在1979年啊，中国的辞海就诞生于这里。哎呀，这么漂亮的外立面啊，被这4个空调主机给毁掉了。哎，这个树怎么长到建筑里边去了？大家好，我是魏洪涛，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最近上海呢，旧改项目特别多，大家也非常喜欢感受和体验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那我们今天呢，来看到的是河东旧居和线索的3期。粉丝们知道上海3条历史文化名街是哪3条吗？武康路、多伦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陕西北路。河东呢，他是香港的著名的企业家，房地产的巨匠，当时在上海开发了很多的项目，这是他给自己建造的一个住宅，请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建筑师乌达克来帮他进行设计。这是乌达克在上海设计的第2栋建筑，也是他的一个成名作。在1979年啊，中国的辞海就诞生于这里。这栋楼呢，它有非常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的特色啊，它是一栋2层的砖混的建筑。这个是河东旧居的主入口，非常漂亮的一个艾奥尼柱式的一个柱廊，它是上面呢有这种像漂亮的头发卷一样，在古希腊的柱式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优美的女性。很多欧式建筑的柱式呢，都源自于古希腊，它大概分为3种。第一种呢叫多利克，它象征的是一个雄壮的男性；第2种叫艾奥尼，象征的优美的女性啊，有这种头发卷；第3种呢叫柯林斯，它比前2种呢它更复杂，有更加华丽的装饰。这是一种简化版的柯林斯柱式啊，它上面有一个这种植物或者草的装饰的图案在。河东旧居的艾奥尼柱式应用非常巧妙啊，它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是独立的具有承重功能的艾奥尼的柱廊，第2种呢是把艾奥尼柱式呢跟这个墙面贴到一块儿，第3种呢更是纯粹的装饰主义，它把艾奥尼柱式拍平了，做成一个方形的艾奥尼柱式。外立面的材料非常经典的上海 Plast 上海水刷石，你看它做出了很漂亮的这种欧式的柱头，包括线脚，所以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的一个典型的标志。在正门的2侧啊，它有2个类似于水槽的东西啊。了解欧式建筑的粉丝们能不能告诉我它是干什么用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外立面啊，被这4个空调主机给毁掉了。然后另外你看那个管线也都暴露在外面，毫无美感可言。你看它跟前呢还有2棵120年的广玉兰，玉兰呢应该是上海的市花。在旧居的旁边呢有一个网红的咖啡店，它其实也是在跟河东旧居的颜色在找关系。虽然它用的是清水混凝土，但是它的颜色都是一个浅灰色，所以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所有的玻璃啊都是非常的大，很通透，没有开窗，就让这个楼呢模糊了室内室外的边界。哎，这个树怎么长到建筑里面去了？它在这个楼板地方呢也开了洞了，就让这个树自由的生长过去。那它一定是在施工支模浇筑混凝土的时候有很多提前的考虑和工艺的存在，充分体现了它建筑去给树让路的这种感觉，而不是说把原来的树给它拔掉，尊重了在地的生态植被，非常好的一种开发的理念。这里呢也是一个宠物友好的社区啊，在这边准备了一个狗狗喝水的一个东西。现在上海这种存量改造的趋势呢，1楼是商业，1楼以上全部都是办公，这是目前的一种业态的搭配和组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后面这栋白色的办公楼，它1楼呢就是一个意大利的披萨店啊，因为商业很难走到2楼去，所以上面是比较有目的地性的办公的业态。2楼以上呢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办公室啊或者工作室，特点呢是没有窗，这样的话呢外立面很干净很纯粹，然后里头人呢往外看这个树的时候也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就需要有好的空调系统通风系统啊，让室内空间有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哎，这个就是建筑里面的树啊，它有2个洞。个人觉得啊，如果这块做一圈座椅，大家能围着这个树来坐的话，设计会更加的高级。考考你们这是什么材料啊？敲上去是有板的声音，它刷的是一层白色的真石漆，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的一款材料。这个呢是它陕西北路新造的一栋办公楼，它用的就是水刷石的材料，致敬了河东旧居的外立面的材料。我不知道是设计师的意图呢，还是因为它施工质量的问题。我每次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老感觉这个外立面好像还没有施工完成啊，但是其实它已经做好了。太阳光洒下来的时候有坑坑洼洼的感觉。现在呢在北京路和陕西路的路口，这里呢它把原来的铁栏杆拆掉以后呢，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口袋公园，把城市还给了市民，强化了它视觉上的一种贯通性。这块呢又通过柔性的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水景啊，把这个草皮和外部的城市空间呢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割啊。另外我也注意到，现在在上海旧改的趋势呢是把公园和绿地前置，而不是把建筑放在前面，所以它会形成一种更加生态欢迎的一种姿态，来拥抱整个城市。